所幸劫匪不是什么大人物，双方僵持半小时左右，协商无果，魏莹一枪打在了劫匪左肩上，随后将其逮捕。与此同时，警局里出事了，穆小姐试图自杀。接到消息的时候，魏莹手上全都是血，她一边让手下人把劫匪送去治疗，一边用自己的小拇指按下接听，打开免提，手都来不及洗，她立刻赶去了医院。穆小姐是在警官带她进审讯室的时候突然出手的，这是最后一次审讯了，接下来法院就会发布审判书。她趁开门空档，一把拔出身旁警官腰间的手枪，试图自杀。混乱之中，子弹没打中要害，只穿过了穆小姐的右侧锁骨。魏莹在手术室外等了2个小时，穆小姐醒来时已经晚上7点了。魏莹被准许进入病房的时候，穆小姐手臂上挂着点滴，脖子上的伤口被缠满绷带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，对于谁来谁走半点反应都没有。魏莹拽过一旁的椅子，坐在了她床边。为什么会想死？魏莹轻声道。穆小姐没反应。你母亲就是自杀的。魏莹继续道，你想走她的旧路。提到母亲，穆小姐睫毛颤了颤，缓声道，不好吗？你杀了人，我们还不能让你死。魏莹道，你死了，会牵连很多人受处分。他们没做过错事，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？穆小姐沉默了，但是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流进鬓角，她哽咽道，难道我死的时候也要顾及别人吗？你死了一了百了，活着的人替你受罪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穆小姐哽咽着扭过了头，不再看他。因为你，蓝警官到现在还不能动他的手臂。魏莹声音严厉了些，她道，如果不是他，可能你那把簪子会直接穿过我的喉咙，我横尸当场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们履行自己的职业，你杀人犯法，我们逮捕你归案，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你自杀给我们看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最恨草菅人命的人，不管是别人的命还是自己的命，如果没有规定，我完全可以现在一枪崩了你，让你亲自去问李董事愿不愿意原谅你。旁边的小刑警从没见过魏副队长这么严厉的说过话，吓得气都不敢使劲喘，在旁边站成了一根担惊受怕的柱子。但是不行，我们不只要给死人交代，还要给活人交代。魏莹狠声道，我还要给蓝湛一个交代，凭什么你死了就行，他伤白受了吗？声落，房间里归于沉寂，穆小姐呜呜的哭声回荡在屋里。魏婴站起身来，犯人安全无事，他可以回去了。他也不想待下去了，失望透顶。穆小姐却突然开口，魏先生，你跟蓝先生。她哽咽着，盈满泪水的眼睛望向魏婴，道，是什么关系？旁边的小刑警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，但是莫名紧张。他盯着魏婴突然沉默的背影，突然觉得这个气场跟自家蓝队长异常相似。同事关系。魏婴平静地回应了，然后他稍稍低下头，半晌，在谁也看不到的角度勾起了唇角。魏婴道，但是我有非分之想。不仅如此，我还不想止步于这层关系。魏婴敲开蓝湛家门的时候，已经半夜了。他心情不好，在来找蓝湛之前，先回自己家里拿了点避用品，顺便平复一下心情。他不太想让蓝湛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所以蓝湛开门的时候，看到的还是笑嘻嘻的魏婴。可累死我了，真他妈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蓝湛，你吃饭了没？魏婴把手里的包裹往椅子上一放，自己在桌面上看到了答案。他把扣在盘子上的碗拿起来，看到了一小半已经凉透了的土豆丝。行啊，蓝湛，手都这样了，还能做饭。蓝湛把盘子端起来，送进厨房微波炉里，顺便帮他拿了双筷子。魏婴跟着过去，发现还有一锅上温的大米粥。蓝湛道，做饭不需要右手。这嚣张的。魏婴自己把温好的土豆丝端出来，先去把提回来的奶箱子开了，捏着一盒牛奶放在桌角，示意蓝湛一天一盒奶坚决不能断，自己坐下来吃饭。第一口，魏婴惊了，卧槽，好吃！蓝湛，你做饭居然这么好吃，我一直以为你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是君子远庖厨的那种，没想到啊，队长，你这么厉害。魏副队长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，说话也耽误不了他吃，可惜一小盘土豆丝实在不够他挥霍，几分钟之后盘就空了。他大呼可惜，
然后愤恨地端起旁边温凉的大米粥，喝了一口，再一次震惊。卧槽，好喝！幸亏粥做的足够多，魏婴无比庆幸自己来的路上没买路边那个煎饼果子，不然就没那么好的胃口享受这等美食了。等他吃饱喝足，蓝湛也放下了手里的奶盒子，问道：“局里怎么了？”哦，魏婴把碗落到盘子上，一会准备端进去洗了，应道：“有个小劫匪，不碍事。”蓝湛没吭声，等着他说。去了这么久，肯定不止这么一点小事。魏婴却就这么沉默了。蓝湛等了一会，见他没有开口的打算，又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魏婴下意识应了一声，又沉默了半晌，他才回道：“也没什么。募兵，他差点死在警察局。我去医院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几句话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等他出手术室比较费时，过2天法院就出结果了，他是判刑还是如何，不归我们管了。”蓝湛听他说完，才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魏婴想说我没怎么，但是面对着蓝湛这张认真的脸，怎么也搪塞不出口，于是他老老实实道：“我觉得特失望。我一开始觉得他像我阿姐，下意识就跟他亲。你不知道我阿姐是多好的一个人，以后有机会一定带你看看。我接到电话听说他要自杀，其实还挺震惊的，回过味来就觉得失望。也没什么道理，我跟他认识也不过这么几天的光景，就是一开始觉得他好，后面落差才那么大。”说到这，魏婴实在说不下去了，他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左手肘撑在桌面上，拖着脸笑道：“蓝湛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你把伤养好才算正事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等到后期复健的时候有你疼的，我可不手软。”蓝湛一顿：“你复健过？”“那当然，想那是我几年前的英雄事迹了，具体我也忘了，反正就是疼。”蓝湛不说话了。魏婴端着碗盘起身，去厨房洗干净放好，再出来，发现蓝湛还在那坐着。“还坐着干嘛？睡觉去啊，病号不能熬夜。”蓝湛看着他道：“你们说了什么？”魏婴如实道：“我把他给训了一顿。”蓝湛点了点头，似乎是想安慰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他以后应该不会再寻死了。”魏婴心道：“你这么信任我呀？他还问我咱俩什么关系呢，我都已经把你卖了。”这话当然不能说，于是魏婴摆了摆手，做出一副爱咋咋的态度，催蓝湛麻溜睡觉去。这几个月局里的大事小事，蓝湛也有参与，毕竟只是手臂伤，脑子又没事。2个人破了几件谋杀案，展露出惊人的默契和能力。老局长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这消息，还亲自来刑侦部赞扬了2个人。眼看魏婴风头都快成过这个郑队长了，蓝队终于摆脱了伤痛的束缚，能拆石膏去复健了。事实证明，魏婴是对的。等几个月后医生批准开石膏，蓝湛开始复健练习的时候，确实经常疼得一脑门子汗。魏婴也的确不手软，只是看起来也十分痛苦。